众人按照楚风指点，开始尝试收集力量。在他们收集的时候，楚风也并未立刻离开，而是留下来在旁观察。很快就从这些人中区分出了3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刚好适合收集此地力量的人，一种是无法收集此地力量的人，一种是有能力收集更强力量的人。楚风立刻将3种人区分开来，又带着他们去寻找适合他们收集的力量，并且阵法力量也有区别，有进攻的，也有保命的，也有其他的。楚风询问了他们个人的想法，会根据他们个人的意向为他们安排阵法。总之可谓是尽心尽力，这可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自己也能够获得的好处。最主要的是，这些人跟随自己确实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搞不好也会付出一定代价。每个人都要走每个人的路，每个人也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楚风不可能一直保护他们，也没必要一直保护他们，但至少在这里，楚风不愿辜负他们的选择。花费一段时间之后，楚风帮助这些人全部找到了适合他们的阵法力量。至于收集阵法力量也需要时间，所以接下来就靠他们自己。因为楚风猜测红魂宗的人可能会对他们有威胁，因此也告诉了他们一个聚集之地，但凡是收集力量成功的人，不要贸然行动，到聚集之地等待，同时还给他们留下了求救的符纸，若是遇到危险直接捏碎。楚风可以根据符纸寻找他们。此刻虚空之上只剩下楚风、秦玄、宇文炎日以及赵竹英4人。楚风又拿出3张结界地图，分别递给了他们3人。这一次的地图不仅标注了隐藏的阵法位置，还标注了其中的一些阵法特性。时间有限，没时间将所有阵法观察一遍，只能大概观察出这些。楚风说道：“足够了，足够了，已经足够选择了。楚风兄弟，和你一起闯一记，真的有一种自己是废物的感觉，但我喜欢这种感觉。”秦玄咧着大嘴，笑嘻嘻的道：“行了，也不是外人了，就别拍我马屁了。总之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抓紧吧。你们手中的令牌多，莫要浪费了。”楚风说道：“行，那我们去了。”秦玄和宇文炎日立刻飞散而去，但赵竹英却并未离开。怎么了，赵姑娘？我标注的阵法没有合心意的。楚风问。我跟你走，我想试试看你想收集的力量，我能否收集成功？赵竹英道。成。楚风淡淡一笑，便立刻动身。其实他早就挑选好了阵法，他手中有着3种空白令牌，最弱的就是刚刚自己打造的2道，强一些的令牌有12道，而质量最好的有6道。楚风无法确定收集阵法力量的时间是否有限，为了避免这一点，还是先使用质量最好的6道令牌去收集此地最强的阵法力量。他最先来到的乃是一座蕴藏攻杀力量的阵法之前，毕竟楚风和宇文炎日以及赵竹英先前已经得到了一个保命的符咒印记，有那印记极其强大，有那符咒印记在，于这神之时代内，除非是此地的阵法力量，否则遇到多强的存在，恐怕都无法将他们抹杀。所以保命的手段是不用担心的，眼下需要的是攻杀的手段。当楚风使用空白令牌将那阵法唤醒的一刻，赵竹英也是不由感叹，这力量已经超越真神了，确实难以收集，但若能收集成功，这力量能护我们安然。赵姑娘可以试试。楚风说话间便捏动法诀，开始收集此地的力量。见状，赵竹英也是开始收集，因这阵法力量太过狂暴，很快她便汗流浃背，但庆幸的是她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后，楚风忽然开口：“赵姑娘，能坚持吗？”“能。”赵竹英点了点头，但目光却投向了楚风手中那闪烁光芒的令牌。“你就成功了。”赵竹英意外，尽管她早就知道楚风收集的速度会比他快，可是他眼下连1/4都没有收集成功，楚风却已经结束了。最重要的是，他斗篷下的真实面容已是颇为狼狈，可是再看楚风，连一滴汗都没流，那轻松自得的模样，都让赵竹英怀疑楚风收集的力量是不是与他收集的不同了。“我完事了，赵姑娘，你能坚持就好，我先去其他地方了。你若还想找我，可以通过这个罗盘找来。”楚风将一个临时打造的结界罗盘递给了赵竹英，通过这个罗盘能够锁定楚风的位置。赵竹英接过罗盘，楚风便直接离开，因此他并未听到他走后赵竹英感叹的那声妖孽。此时赵竹英已经做好了打算，他收集过这个力量之后，便先去收集次之的力量。不是他不想收集这种天神级别的力量，而是继续收集这种级别的力量，他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接下来楚风又挑选了5种阵法力量，先将6道质量最好的令牌全部填满，虽然各有各的特性，但却皆是天神级别的力量。有着6道阵法力量在手，楚风也是底气十足。别说小辈，老一辈也是不惧了。本来楚风是想使用剩下的空白令牌去收集弱一层的阵法力量的，可是很快秦玄便找到了楚风。看到秦玄手中拿着楚风给赵竹英的结界罗盘，楚风便知道必然是秦玄遇到了赵竹英，赵竹英将这罗盘给他的。“怎么了，秦兄？特意过来找我，是遇到麻烦了？”楚风问。“没看，我已经成功3道令牌了。”秦玄显摆弄着3道蕴藏力量的令牌，但那3道令牌并非是质量最好的，而是次之的令牌，可也极其强大，是堪比真神巅峰的力量。我找你是因为我觉得用这种令牌就够了，最好的令牌我来收集这种级别的力量实在浪费，所以把这些令牌还给你。秦玄说话间便取出了一些令牌递给楚风，可这一看
楚风便目露意外。之前楚风和秦玄平分他所得到的令牌，质量最好的令牌，秦玄也是6道才对，可眼下他递过来的却有足足20道，我6道，宇文兄4道，赵姑娘手中的最多，所以他拿出了10道。你就放心收着吧。他们2个也说了，他们留着的已经足够用了，这些继续留着也是多余，还不如让你发光发热呢。秦玄说道。成，那我就收下了。楚风也不矫情，将这些令牌全部收下，毕竟有这些质量较好的令牌在手，楚风也就没必要收集弱1层的阵法力量，而是可以一直收集天神级别的阵法力量。茫茫云海将群山覆盖，但却有一座山峰打破束缚，宛如利剑一般穿透而出，立于云海之上。可若仔细看来，可以发现这座山峰乃阵法所化，本不属于这座山脉，而于山峰之巅则立着一人，此人也是打造这座山峰之人。此人乃洪魂宗少主，他立于山峰之巅，手握罗盘，时而盯着罗盘，时而扫向远方，尤其是那些仍绽放光柱的阵法之地，乃是他观察之重点。如今跟随他的所有人皆是成功收集了阵法力量，其中收获最为丰厚的自然就是他，因为他手中的空白令牌最多，并且皆是收集满了阵法力量，并且因为身为扛旗之人的缘故，他还得到了额外好处。只是眼下的他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高兴。首先，那额外好处他有些搞不清楚是什么，那是一团红色的气焰，似是火焰，似是血雾，汇集于身后的旗帜之中。起初只有一点，虽然随着收集力量的人数越来越多，那股力量已是足以包裹半面旗帜，随着旗帜奔腾，看上去倒是有着几分绚丽，但这力量无法修炼，也没有任何作用。它虽能召唤而出，进入自己身体，但也只是穿透而过，什么都感受不到，最终也必将回到旗帜之上，着实让他捉摸不透。其次，他第一时间排兵布阵，对楚风等人进行封锁，但凡楚风等人敢来收集阵法力量，便直接将他们生擒。只是他望着手中的阵法罗盘，始终没有一点动静。伴随一阵风声自远处呼啸而起，2名洪魂宗的人自不同方向飞掠而来，落于山峰之上。少主，2人落在其左右，同时施以跪拜之礼。还没找到楚风他们？洪魂宗少主问。没有。这2人皆是摇了摇头，其中一补充道：少主，依我看是那楚风发现我们在伏击他们，所以压根不敢来收集力量，已经放弃了。当代最强天才界灵师，原来是个怂货。洪魂宗少主发出轻蔑笑声，但嘴上如此说，但内心却是依旧慌乱不安。先前楚风引起的光柱在他之上，但因距离较远，他无法判定具体位置，所以便没有去找。本以为楚风收集力量必然会来此，可楚风却迟迟没有踏入这片区域。若楚风真的是不敢来，那他又何必打造令牌呢？况且就算楚风不敢来，可那个远古种族的真神境女子可不像怕他的样子，为何那女子也没有出现？而在收集力量的时候，他也和7届圣府的小辈聊了聊关于楚风的事，得知的消息便是楚风不仅真材实料，确实是有本事之人，并且十分狡诈，是很难对付的角色。这些消息属实让他难安。而就在此时，天地颤动，抬头观望，虚空之上出现一道巨大的结界门。这道结界门因为太过巨大，宛如虚空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整个世界的人不管是何修为，不管在何方位，都能看得清楚。在这空间世界的一座平原之上，有着一座隐藏结界，结界内聚集着300多人。秦玄、宇文炎日，包括赵竹英等所有人都来到了楚风提供的聚集之地，唯有楚风还没有到。但他们原本也不担心，因为他们相信楚风的能力，觉得楚风只是在收集力量，毕竟他手中的空白令牌比较多，且都是质量最好的，花费时间久一些倒也是正常。只是眼下结界门出现，则是让他们有些急了。就算他们手中都有了蕴藏强大力量的令牌，可若是错失先机，那也要吃了大亏的。别担心，这道门目前只可入不可出，暂时只是入口，并非出口。在众人有些着急之时，楚风的声音自远处传来，顺声观望，楚风已来到近前，立于众人面前。楚风，完事了。秦玄赶忙上前问道。相比于其他，他更关心楚风的收获。搞定。楚风面露笑容，也是十分满意。那么多令牌全部都收集满了？秦玄问。对的。楚风笑着点头。好，那现在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去教训一下他们？毕竟那些远古小辈之前可是十分嚣张，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让他们清楚，他们收集的力量远不如我们了。秦玄此话一出，竟有不少小辈附和。对，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刁难咱们，现在咱们也必须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其他小辈竟也是摩拳擦掌，别看他们自身修为有限，可手中那令牌汇集的力量却是让他们自信满满，就算是真神境的洪魂宗少主，他们也不怕了。至于其他人，他们更是有把握应对。诸位可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何在这里会让我们收集如此强大的力量？楚风问。为了让我们破阵，为了让我们有自保能力，有可能是后面会遇到恐怖的存在，比如那些可怕的阵法妖兽，有了这力量，我们就不怕了，能够走得更远。众人纷纷回答，表达自己看法。你们说的都对，所以这力量得来不易，而神之时代的路还长着呢，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我们应该把这力量
用在该用的地方。远古小辈之前的恩怨，我们已经了结了。至于此地的这些远古小辈，他们目前并没有找我们麻烦，我们也没必要去挑衅他们。甚至在我看来，就算他们挑衅我们，我们也可以无视，因为他们还不配让我们使用这力量。诸位可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探索这神之时代，而不是与人交手。楚风说道。楚风少侠所言在理，是我们意气用事了。众人纷纷点头，也都是极其赞同楚风的话语。就连秦玄也是佩服，不由感叹道：还是楚风兄弟有大局观，惭愧啊惭愧。他是真的佩服楚风的冷静，因为他获得这力量，第一想法就是教训一下远古小辈。可现在想想，楚风说的对，这力量虽强，但也不能浪费。至于楚风，则是抬头观望，看向那道结界门。他已经发现结界门看似简单的蠕动，实则暗藏玄机，这是提示。与此同时，神之时代之外，那道进入神之时代的浩瀚结界门已经关闭，现在想进入已经没了机会。可是那磅礴的结界之力却并未散去，反而形成一道极其浩瀚的镜面体。那镜面体之大，比较大的世界还要大得多得多，就像是一轮巨大的明月挂于虚空之上。莫说来到神之时代附近之人，就算距离较远，但有一定观察手段的人，也是能够看得清楚。镜面体起初模糊，可眼下越来越清晰，最终竟是一片星空浮现而出。只是这片星空显然不是他们所在的星空，甚至那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星空，因为在那片星空之中，他们看到了诸多当代强大人物的身影。莫说各方顶尖势力的顶尖人物，就七界、圣服府主界天然也在其中。但除了他们认识的人外，还有诸多他们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熟知的人与那些陌生人各自为营，于那片星空之中形成对立之势。